最近 Ultra 265K 的價格呢是有所下調了，配套的主板呢，无論是 Z890 还是 B860，也都跟着便宜了一波。这对于内容創作者來說呢是個好事啊。但是對於想要兼得遊戲性能的朋友來說呢，Ultra 首發的糟糕表現又讓他們很猶豫。那考慮到現在各家的 BIOS 呢都已經很穩定了，因此呢有必要再做一期內容，看一看現在的 265K 跟 9600X 33款遊戲到底能差多少。那顯卡的話呢，因為現在5090被禁，5080呢價位虛高，我還是選擇 9070XT 來進行一個測試。同時呢，為了體現出 CPU 的性能差異，並且呢兼顧一定的實用性，電競遊戲呢選擇 1080P 測試，其餘遊戲呢選擇 2K FSR 的性能測試。我們先來看一下 DNF 這款經典的 D-X9 貼圖遊戲呢，對單核性能與緩存是非常敏感的。910X 的平均帧優勢是非常明顯，low 帧呢兩者是差距不大了。韓國人呢做遊戲也就這水平了。那 CS2 呢這次是聽取了觀眾朋友的意見，選擇了 1080P 電競選手的畫質設置。可以看到 265K 的表現依舊很糟糕。那作為價格更貴的一方呢，帧數相同都不及格，更何況落後呢？那226的差距呢，相对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那 low 帧上呢幾乎沒有區別，體感是差不多的。無畏契約的話呢，910X的優勢就太明顯了，尤其是落後很多呀。拳头遊戲的 AU 還是強。界外狂潮呢是網易新出的射擊遊戲，910X呢依舊表現非常強勢，可見呢超高帧率注定是與 Ultra 無緣了。COD 呢相對來說呢對 GPU 的壓力會大一些，但是 U7 的表現呢依舊沒有任何改善，還是很拉胯。絕地求生呢 U7 的表現是稍好一些，主要呢是 low 帧沒有拉開差距，不過呢這也有可能跟 9070XT 有關。如果是換成5070 Ti 的話呢，就不好說了。刀塔2呢，960X 的平均帧呢是領先對手 11.5%，low 帧呢是差不多的。英雄聯盟的表現呢與無畏契約一樣 ，AU 的表現呢都非常的強悍。那拳头遊戲呢始終是英特爾難以逾越的大山。我們接下來呢看一些 RTS 遊戲，星際爭霸2，它是 D-X9 的單核優化遊戲，960X 呢毫無疑問擁有更強悍的單核性能，low 帧上呢也能小小的超過 265K。家園3呢 ，U7 的表現堪稱災難，low 帧過低，遊玩時呢它的掉帧還是很嚴重的，實際體驗呢非常的不好。起點灰燼呢是世界上首款 D-X12 遊戲，因此呢 U7 的20個核心的優勢可以發揮出來，極為難得的反殺了 960X 一次。如果所有的遊戲都對超多核用心優化的話 ，Ultra 呢也還是有一些機會的。兵器時代2呢對 CPU 的壓力也不小，平均帧呢两者沒區別。Ultra 呢主要是 low 帧表現差一檔。暗黑破壞神4呢對 GPU 的壓力是很大的，9070XT 這個級別呢是無法體現出 CPU 的差距。逆水寒呢 Ultra 的表現是不錯的，平均帧呢是超過了 960X， 那 low 帧呢因為遊戲本身的原因表現都很一般。國產二游絕區0呢光影廣場跑圖對 CPU 的壓力也很大，那這裡呢 960X 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戰爭雷霆的高帧率呢還是很吃 CPU 的。960X 呢，它的 low 帧表現是非常不錯，幾乎是與 U7 的平均帧是差不多的。FF14 呢，之前一直都是英特爾的優勢項目，但是 960X 啊，依舊是可以戰勝 U7 的。當年呢，不少人就根據這一個遊戲的表現，就推斷 Ultra 的遊戲性能是徹底拉到庫裡了。奇坎2這裡呢，平均帧 960X 是有點虛高的，應該是沾到了開場空鏡頭的光。那實際混戰的時候呢，還是 U7 表現更好，因此呢，它的 low 帧表現也是 U7 更勝一籌。全面戰爭戰錘3呢是 U7 吊打 960X 的意思，畢竟開頭的英特爾 logo 可不是開玩笑的。應該說呢 980X3D 啊，這款遊戲的表現都很一般，所以說如果你是核心的全戰玩家的話，還是要買英特爾。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些經營模擬類遊戲。文明6的 AI 回合時間呢 ，U7 的表現更好，是超過了 960X。歐陸風雲4的模擬速度測試呢，因為這是一款早期的批設遊戲，因此呢，對於異構架構來說呢，優化是災難。那 960X 呢，明顯優於 265K。而十字軍之王3呢就不一樣了，那這款遊戲呢相對來說更現代，可以相對利用好U7的多核性能，所以說呢，它的模擬速度啊要遠超 960X。城市天際線2呢是目前批設多核優化最好的一款，因此呢 U7 265K 贏的是更徹底了。可見模擬遊戲呢對核心的數量還是剛需，這就是7系列與5系列最大的區別。伊蘇10呢代表 JRPG 移植遊戲的表現，他們大多呢畫質一般，
因此呢非常適合測試 CPU 的極限性能。那这里呢 Ultra 是一败涂地啊，一遇到超高帧率就吃瘪了。古墓丽影暗影呢開啟 XESS 性能 265K 的表現是不錯的，low 帧呢是超過了 960X。极限竞速地平線5呢2顆油表現差不多，9070XT 已經没有油水可炸了。戰錘 40K 星際戰士2是很吃配置的一款游戲，UC 的表現呢稍差一些。僵屍世界大戰呢是 AMD 赞助的游戏，那 low 帧呢就能吊打你的平均帧，那充钱的力量就問你怕不怕。绝地潛兵2呢目前对 GPU 的压力极大，而且呢游戏本身不支持任何超分技術，那 PC 版本的体驗呢很一般，2顆 U 呢表现也比较接近。天國拯救2呢支持 FX24， 那 Ultra 呢也没有落後太多，也算是可以接受吧。最后的生还者2重置版明显对 CPU 压力呢更大一些，960X呀它领先幅度是比较明显的。最後的话呢是目前很火的33號遠征队，它对 CPU 压力很大 ，Ultra 呢它的 low 帧表現不理想，还是给回家多練練。OK， 那我們綜合一下33款游戲的表现，960X呀它領先 265K 大約 7% 左右，可見 265K 啊即便是搭配中端顯卡 9070XT， 還是明顯不如 960X 的。如果你要搭配性能更強的5070 Ti 或者5080呢，實際的差距會比這個還要大。而且之前呢一直被英特爾引以為傲的 1% low 帧表現呢，由於內存控制器分離，也是不如 960X， 表現呢比平均帧還要差。因此，除非你是重度的路徑追蹤游戲玩家 ，CPU 無所謂，否則的話選擇 Ultra 處理器呢就是自找不痛快了。你花大價錢買的顯卡呢平白无故，相當於是挨了一刀，有點難受啊。當然了 ，Ultra 265K 呢，它目前主要的目標客戶是內容創作者，畢竟自帶的 XE 核顯呢，剪視頻確實是如虎添翼啊。因此呢，我再提醒一下，千萬別買 265KF。那沒有核顯的話呢，遊戲生產力都拉了，那我就徹底找不到推薦 Ultra 的理由了。